大汉将精致小巧的妖精踩在脚下，手里还拿着他一半的翅膀，然后当着妖精的面一把握碎。那只小妖精瞬间发出了痛苦的嘶喊声，围观的人一个上前帮忙的都没有。这时女主小安走了上去，一脚踢向大汉的腿弯，大汉就轰然倒地，手里的妖精和那片翅膀也随之落到了小安手中。小安将翅膀还给妖精，对方却连一声谢谢都不说，拔腿就跑。这是一个人类与精灵共同生存的世界，妖精的地位非常低下，会被各种猎人抓去当奴隶。奴役他们的方式就是拿到他们其中一半的翅膀。不过也不是所有人都对妖精怀有恶意，做砂糖果子的职人银砂糖师就对妖精怀有敬意，因为首先做出砂糖果子的就是妖精，这些果子可以延长妖精的寿命，也能让人类感受到幸福。从砂糖苹果中提取银砂糖的方法也是妖精发现的。小安的妈妈就是这样一位银砂糖师，在耳濡目染之下，小安也逐渐继承了妈妈的衣钵。只是没想到，在小安15岁成年这一年，他的妈妈就去世了。为了将妈妈的灵魂引向天国，小安就决定出发去王都参加砂糖果子品评会。在出发之前，村里的乔纳斯追了上来。乔纳斯担心小安一个人去王都会有危险，非要跟他一起去，还说要娶小安为妻，以后就由自己来照顾他。小安知道乔纳斯只是出于同情才这么说的，当即果断拒绝，随后立刻架起了马车。不过去王都的路的确凶险无比，所以小安就绕路去了妖精市场，想买一个战士妖精保护自己。就是在那里，他救了被妖精猎人欺负的小妖精。小安放走了妖精，那个猎人自然不同意，但他一个大男人又不能当众对小女孩动粗，更何况他刚刚对待妖精的方式，就算是普通人也有点看不下去。这会儿纷纷站出来为小安说话，猎人只能不了了之的离开了。战士妖精的战斗力都非常强，所以很难被猎人抓住，即便是在妖精市场也非常稀有。幸好这个市场里就有一只，小安在帐篷里见到了那只妖精，可它简直漂亮的不像战士，仅剩那半边翅膀也仿佛有流光的上面游动，反而更像是用来把玩的玩赏妖精。然而这下的一看到小安就恶语相向，称呼他为稻草人。听到小安说想买一只战士妖精，就又毛遂自荐起来，让他不要太犹豫，买自己就对了。老板还是第一次听到这家伙开口要人买下他，打趣说他对小安一见钟情了，结果自然是被那只妖精羞辱了一顿。于是老板就握了握手中的半边翅膀，妖精立刻痛到说不出话来。小安不忍心看他这么难受，赶紧表示自己会买下他，同时拿到了那半边翅膀。临走前，老板提醒他一定要保管好那翅膀，不然一不小心就会被那小子给偷走的。就这样，小安带着名为夏尔的战士妖精再次踏上了旅途。在路上，小安告诉了夏尔自己买下他的目的，只是希望他能保护自己安全去王都，到达之后就会把翅膀还给他，也就是放他自由。夏尔却不以为意，他已经受到来自人类的太多伤害，再也不会轻易相信这些人了。听小安说想跟他做朋友，这是他和妈妈的理想，更是直接耻笑了起来，问小安：“你们母女的脑袋都是稻草做的吗？”在此之前，夏尔再怎么侮辱小安，他都没生气，可侮辱妈妈不行，他甚至生气的扬起了巴掌，只不过最后还是没有打下去。小安不再说话，继续驾驶马车。当天晚上，两个人露宿在一座废弃的堡垒，坐下来休息的时候，小安又看到了夏尔的翅膀，像是被诱惑一样，情不自禁的摸了上去。夏尔立马变了脸色，厉声呵斥小安别乱碰。小安赶紧道歉，默默回到了自己的位置睡觉，还梦到了已经去世的妈妈。他哭着求妈妈不要离开自己，然后突然惊醒，发现夏尔正压在他身上，手指正摸着他的脖子。他居然想趁小安睡觉偷走自己的翅膀。小安对夏尔失望无比，因为之前自己的天真感到羞耻，表示以后再也不会大意了。说着把毯子裹在身上缩成一团。当然他之前说的并不会改变，到了王都他会把翅膀还给夏尔，到那时候他再问他们究竟能不能当朋友。在那之前他都是奴役者。第二天小安就有了奴役夏尔的机会，他们遇到了一群强盗，小安用请求的语气让夏尔帮他赶走那些人，夏尔非让他命令自己才肯动，可小安实在说不出快赶走他们，不然就撕裂你的翅膀这种话，可最终也是色厉内荏的说了句再不去就揍你。夏尔便不再逗他，手上画出一把黑色长剑，不过片刻就将那些强盗斩杀，剩下的一部分也落荒而逃。直到此时，小安才清晰意识到他买来的是个战士精灵，拥有强大无比的战斗力，而被强盗围住的马车上居然下来一个熟人，正是之前说要娶小安的乔纳斯。乔纳斯居然追着小安出发了，只不过中途小安绕道去了妖精市场，所以才会落在后面。人家毕竟是一番好意，小安赶不走乔纳斯，只能拜托夏尔，如果有危机情况也救一下。晚上几人又来到了一座废弃的堡垒过夜，小安煮好了汤，还给乔纳斯端去了一份，但乔纳斯的劳动妖精对他态度非常不好，还嘲讽小安居然拿这种粗茶淡饭糊弄他们家小少爷，气得小安放下碗就离开了，又去给夏尔也盛了一碗。夏尔惊讶他居然先端给自己，而不是先自己享用。小安突然反问，那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吗？突然发现自己忘了拿勺子，然而等他拿完勺子回来，看到的就是夏尔把手放在汤上面，片刻之后里面的汤就消失得干干净净。这就是妖精的进食方式，他们只是吸收食物，尝不出味道，唯一能尝出味道的食物就是银砂糖。小安主动提出可以帮他做个砂糖果子，还得意地告诉夏尔自己的妈妈就是银砂糖师，他自己也是一个初出茅庐的砂糖果子职人。说着就风风火火地跑到马车上准备拿材料，突然听到马车里没有动静，现在赶紧回到夏尔身边，可夏尔只有听到命令才会行动。小安只能自己小心翼翼地回去又查看情况，发现居然是他之前救过那只小巧的劳动精灵，这只名叫米斯的妖精又话痨又咋咋呼呼。虽然他并不打算向小安道谢，但被人家救了自然是要报恩的。夏尔却嫌他太聒噪，问小安要不要直接勒死这小东西。小安赶紧阻止，告诉米斯自己不是为了让他报恩才救他的，既然已经自由了，那就去喜欢的地方过幸福的生活吧。米斯固执地认为小安只是假好心而已，这个恩他非得报了。小安也懒得再搭理他们，又把自己裹起来准备睡觉，但米斯居然吵了他整整一晚上。第二天只能带着黑眼圈赶路，
又不能把这小妖精给扔下去，毕竟他昨天已经说过了，要缠着小安到天涯海角。不知不觉，他们离王都已经越来越近了。小安也只能接受乔纳斯的存在。当天晚上就正式介绍他和夏尔互相认识了一下，而乔纳斯也发现了自己的劳动精灵对小安的恶意，直接下命令让他消失。那小精灵只能默默隐身。小安意识到，或许这才是奴役者应该有的样子，可他却无论如何也无法像那样对待夏尔和米斯。有了米斯的加入，小安他们的路程变得更加有趣了。米斯会跟小安讲一些关于妖精的事情，告诉他妖精是从各种物体里诞生的，比如花草的果实，或者是树木的果实，水滴或者宝石也可以，但必须要有生物的注释才行。米斯就是从水滴里诞生的，他的能力也是操纵水滴，没错，只是一滴水而已。夏尔则是黑曜石，从宝石里诞生的妖精都具有制造尖锐物品的能力，所以夏尔的手中可以画出长剑。就在这时，天上突然飞来乌泱泱一大群乌鸦，这些乌鸦原本是猎食尸肉的，如果没有作为饵食的尸肉，它们就会成群结队的攻击猎物。现在情况危急，小安毫不犹豫朝夏尔命令，还用那半边翅膀威胁他。夏尔便跳下马车准备战斗，小安他们则立刻躲进了马车。不知道等了多久，外面终于平静下来。小安走出马车，看到的就是在黑色羽毛纷飞之下的夏尔。他将长剑收回去，回到了马车边。刚好小安腿软摔了下去，夏尔立刻将他抱进了怀里，问小安要不要再给他一个福利。小安瞬间羞红了脸，赶紧跳了下去。这些乌鸦打乱了小安原本的计划，他们本来可以在天黑之前抵达另一个废弃堡垒的。好在不远处就有医生为旅人提供住宿的旅馆，就看能不能在天黑之前到达了。小安心中有些急躁，觉得如果是妈妈的话肯定能到的。夏尔就问他母亲人在哪里，小安告诉他母亲已经在半个月前去世了，所以他要在王都秋末举行的砂糖果子品茗会展现出他的作品，让王国认可他的实力，允许他成为真正的银砂糖师，这样他就能赶上冬天的隐魂日。隐魂日是送当年离世的人前往天国的节日。小安想做出最完美的砂糖果子，送妈妈的灵魂前往天国。最后他们在旅馆关门之前抵达，小安他们还在这里遇上了另外2位旅人。在这个国家，妖精是不能上桌吃饭的。小安平时习惯了就没注意这一点，好在老板和隔壁的客人并不介意。比较健谈那位客人自我介绍叫菲菲，这人比较口不择言，看夏尔那么漂亮，就以为她是玩赏妖精。小安都已经解释她是战士妖精了，菲菲还是不相信，甚至让自己的手下去试探夏尔。这番举动惹恼了小安，菲菲表示可以替他们出住宿费以示歉意，不过算一算，这样好像自己有点亏，就让小安那边做个砂糖果子给自己看看。为了省那一点住宿费，小安就回到马车上取出银砂糖，反正他准备了有很多份，和乔纳斯各取了一小碗下去。小安一边赶砂糖，一边在心里想，如果是妈妈的话会怎么做，所以他选择像妈妈那样活用银砂糖本身的颜色。最后和乔纳斯分别做出了漂亮的莲花和小猫。菲菲端详后评价他们俩手艺都不错，不像是初出茅庐的新手。然而下一秒他就一拳一个将2个作品砸碎了，说是太难看，他就忍不住毁掉了。接着又给出了真实评价，乔纳斯虽然手很巧，但也仅限于此，只顾卖弄自己的技术，根本没有花心思在做。小安比乔纳斯稍微好一点，可成品就像是照着别人的东西做出来一样，徒有美丽的外观，实则一点魅力也没有。不得不说，这位菲菲先生非常一针见血。小安的确是一直模仿自己的母亲，如果只能拿出这样的作品，想成为银砂糖师根本就是遥不可及的梦。之后菲菲带着部下扬长而去，小安则被打击得沮丧无比，一回房间就缩进了自己的被窝。夏尔想安慰他，却又不知从何说起，只能告诉他人类和妖精是不一样的，人类时时刻刻都在改变，再过几年小安就会出溜得亭亭玉立，制作砂糖果子的手艺肯定会有所进步。还跟他讲了自己从前一位朋友的故事。夏尔是在一个小女孩的注视下诞生的，这个女孩名叫伊丽莎白，是贵族家的女儿，她对妖精呢是一无所知，下意识的把夏尔当成了自己的哥哥，带回家里藏了起来。后来伊丽莎白渐渐长大，成为了非常漂亮的女孩子，所以夏尔知道小安也会像伊丽莎白一样改变。小安就忍不住好奇的问那位伊丽莎白，结果后来怎么样了？为什么没跟夏尔在一起？没想到她的结局居然是被人类给杀了，怪不得夏尔对人类的恶意那么大。到第2天，几个人继续前进，到了晚上就露宿在废弃的堡垒，天气也逐渐变凉了。尽管夏尔说他们妖精不怕冷，小安知道他的心已经被冰封了，于是他决定今天晚上就为他制作砂糖果子。万万没想到，去马车上一看，他的银砂糖居然全都少了2桶，刚好是用来制作作品的份，剩下3桶到时候是要交上去的。乔纳斯听到动静也赶紧跑来问怎么回事，得知小安的银砂糖不见了。乔纳斯那只劳动精灵就告诉他，他之前曾看到米斯从他的马车窗里出来，全身在月光下闪闪发亮，身上沾满了银砂糖。话音刚落，被他们吵醒的米斯就迷迷糊糊的问怎么回事。乔纳斯直接质问米斯是不是偷了他的银砂糖，米斯矢口否认，想去问小安相不相信自己，然而他看到的却是小安怀疑的眼神，不被信任的难过让米斯哭着离开了这里。好在乔纳斯知道这附近有砂糖苹果树林，小安他们就采摘了苹果，重新制作提炼银砂糖。在这期间，米斯再没出现过，小安却来不及思考他到底是不是真凶。距离王都已经没剩几天路程了，他需要加紧制作出自己参加评选会的作品。小安拿出了妈妈留下的手稿，可制作的时候，菲菲曾说的话却萦绕在他耳畔。可是除了模仿妈妈，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最终还是选择复制那些手稿。乔纳斯看到小安做出那些零件，光是这些小零件就足够漂亮了，一时激动的他忍不住搂起小安的腰，将他带到自己面前，想要凑上去直接吻。小安立刻给了他一巴掌，并直白的表示自己并不喜欢他。乔纳斯只能失望的离开了，临走之前还向小安道了个歉。晚上，乔纳斯的劳动精灵特地跑过来嘲讽小安，我们家乔纳斯大人怎么可能会真心爱上你呢？这傲娇已去，一听就知道他的心思。小安居然还祝他们的爱情能够成真。制作了整整1个晚上，小安的作品终于完工了。漂亮的花朵上栖息着2只蓝色蝴
蝴蝶，既华丽又流光溢彩，技术相当完美。可小安总觉得有什么不对，不过他还是选择相信自己的技术。接下来只要再把剩下的银砂糖用旧研磨好再出发，就能在品评的前一天抵达王都了。可惜天不遂人愿，小安是万万没想到，一直跟在自己身边的乔纳斯居然有这种狼子野心。看到他作品完成了，立刻撕开面具，露出獠牙，抢过小安的马车就迫不及待的出发，同时还引来了一群猎狗。乔纳斯的劳动邀请就把一袋腐肉扔到了小安身上，那群猎狗嗅到了血腥味，立刻朝小安扑了上去。夏尔为了保护小安，只能留下来与猎狗战斗。两个人错过了追乔纳斯的最佳时机，最终只能眼睁睁看着他把小安的作品带走。小安哭着质问夏尔为什么不追上去，是不是因为不想要翅膀受伤才保护他？他把愤怒和无助全都发泄在夏尔身上，可即便如此也无法改变什么。乔纳斯抢走了小安的马车，他和自己的马车则留在了这里，里面还有小安之前丢失的沙汤和手稿。看来他原本想根据自己的手稿制作的，但发现根本没有小安做得好，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把小安的作品给抢了。现在说什么也晚了，失魂落魄的小安直接把翅膀还给了夏尔，告诉他已经自由了。夏尔沉默地接过翅膀，然后消失不见。外面又是打雷又是下雨，小安又变回了孤单一人。在阴魂日送妈妈的灵魂去天国的梦想也因此破灭。他哭着问妈妈为什么要丢下自己一个人，不知不觉就趴在马车里睡了过去。第二天早上醒来后，天已经放晴了，马车旁有一棵植物，上面挂着圆溜溜的果子。小安情不自禁地被果子吸引，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它。突然里面诞生出一只小妖精，这只新生的妖精还不知道大部分人类都怀揣恶意，对让自己诞生的小安非常亲昵。这时夏尔走了过来，告诉他想去哪就去哪儿吧，千万不要靠近人类，因为他们会抓住妖精，剥夺妖精的自由。只有面前这个女孩是个特例，妖精便快乐地飞走了。而夏尔留下来是因为小安没有兑现他的承诺，他答应过要给他做砂糖果子。小安也因为这句话重新打起精神，换了衣服站在制作台面前，回忆着刚刚那只小妖精的模样，最终制作出了属于他自己的砂糖果子。虽然小巧，但比之前那个繁华华丽的作品更为精致。夏尔也忍不住托起砂糖果子在阳光下端详，小安再一次被他的翅膀吸引，这次他鼓起勇气问能不能摸一摸他的翅膀，没想到夏尔居然同意了。小安便上手轻柔地抚摸了起来，还没摸够，夏尔就把翅膀收了起来，把小安抱上车让他赶紧出发，只要连夜赶路，应该能在早上抵达王都，到时候就可以把这个作品交上去。毕竟小安已经把翅膀还给他了，也就意味着他们现在能够当朋友。终于两人在砂糖果子品评会开始之前闯入了会场，然而小安还是在入场的时候被守卫拦了下来。幸好会场上站了一个他老熟人菲菲，菲菲居然是马克工坊派的领袖，同时也是现任的银砂糖子爵。银砂糖子爵是专门为皇室制作砂糖果子的银砂糖师。菲菲帮小安说了几句话，他就被允许进场了。在国王陛下的宣布下，所有职人纷纷掀开了他们的布罩，露出了自己的作品，但只有小安和乔纳斯的要求被端到国王面前欣赏。在国王看来，这两个作品同样美丽。菲菲也评价他们仿佛出自同一位职人之手。按照国王的喜好，他更喜欢小安那只妖精砂糖果子，但王后提醒他，作为庆典重头戏的砂糖果子必须做到又大又华丽才行。乔纳斯面前的那个更加符合，殊不知那也是小安做的。最终国王决定把王家勋章颁发给乔纳斯，现在乔纳斯只需要把他用来制作砂糖果子的银砂糖提交3顿就可以了。结果那些砂糖全被米斯给吃了，米斯还在国王面前说乔纳斯的坏话，于是乔纳斯就把锅全推到小安身上，告诉国王他们俩是一伙的。而小安在米斯的鼓励下把真相说了出来，其实乔纳斯那个作品也是自己制作的。两个人争执不休，菲菲就让他们俩现场制作砂糖果子，谁能做出那份大而华丽的作品上的蝴蝶一模一样的蝴蝶出来，这就是真正的作者。小安立刻动手做了起来，而且在亲手摸过夏尔的翅膀后，他还对蝴蝶翅膀进行了改良，让它变得更加具有光泽。还没做完就被菲菲要求停手，因为旁边的乔纳斯已经很明显露馅了，他做出来的东西根本就不成样子。但小安依旧没能证明自己是真正的作者，他现场制作的蝴蝶比之前的蝴蝶更为漂亮，而不是一模一样。国王就宣布今年的王家勋章暂缺，评选会到此结束，没有任何一个人当上银砂糖师。不过小安却得到了菲菲的肯定，菲菲评价这只蝴蝶是真正属于他的作品。王妃也不忍心看到这么有才华的职人铩羽而归，就告诉他希望他明年带着适合庆典的砂糖果子来。等国王和王妃都离开后，小安上去给了乔纳斯一巴掌复仇。他虽然没能如愿以偿的当上银砂糖师，但也会由现在的竭尽全力做出的砂糖果子为妈妈引魂。明年的他会再次来到这个地方，所以今年这个砂糖果子他要还给夏尔，而且这原本就是为了他制作的。结果夏尔居然傲娇的不肯要，表示他想要的是银砂糖师制作的特别美味的砂糖果子，所以让小安明年再给自己做一个。而他也会一直陪着小安，直到他成为真正的银砂糖师。之后轻轻的吻了他的指尖，感受那上面传来沁人心脾的砂糖甜味。小安和米斯之间的误会也解除了，从此之后三个人将一起踏上旅途。难得来到王都，小安就想多见识一下银砂糖师的砂糖果子店。他有位非常崇拜的银砂糖师叫阿鲁夫，然而到了之后才知道人家已经搬家了，他只能失望的前往维斯托尔，打算在那里寻找机会，同时磨练技艺。在路上还遇到一个看起来比较破旧的砂糖果子店，小安就好奇的进去看了一眼，发现桌子上摆了一个非常华丽的砂糖果子，比他的评选会上这道作品还要繁杂美丽许多。还不等他仔细观察，就来了一个黑衣人，抱起砂糖果子就跑。好家伙，居然遇到小偷了！小安立刻大喊一声，那个黑衣人也被吓得摔倒在地，漂亮的砂糖果子碎了一地。店主凯特闻声赶来，下意识以为是小安破坏了自己的作品，认出来小安是今年参加评选会的职人，就让他留下来用劳动赔偿自己。刚好小安也想看看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做出这么美丽的砂糖果子的，便答应留了下来。凯特虽然有精湛的技术，但他只想把自己的砂糖果子卖给想卖的人，就算对方不一定能
付得起很高的价钱。这次的作品就是要卖给一位鞋匠的女儿，让她作为婚礼用的砂糖果子。这位鞋匠家并不富裕，所以凯特只收他们50枚银币。然而在做收尾工作的时候，店里的银砂糖所剩不多了。小安之前提炼的一些要到明天早上才能凝固，凯特就让他先去休息，明天继续干活。可小安还是觉得量可能有些不够，于是大半夜的跑出来提炼银砂糖，冻得手都发红了，想要点火都点不动。夏尔听到动静就过来查看情况，帮他把火点燃，还握着小安的手给予他温暖。看着夏尔不停往自己手上哈气，小安的脸忍不住红了起来，不仅手上感受到了温暖，连心里都是暖融融的。到了第二天早上，新的银砂糖已经把木桶装满了。等凯特刚把砂糖果子制作完毕，一位夫人就不由分说闯了进来，质问凯特为什么宁愿把砂糖果子卖给他们家的仆人，都不愿意更高的价格卖给自己。凯特厉声表示，就算国王过来求他也不会给他女儿做砂糖果子的。那位妇人只能怒气冲冲地坐着马车离开。而小安注意到了车夫脸上的伤疤，认出他就是那天破坏砂糖果子的人，猜测他肯定会再一次行动。当天晚上，凯特的砂糖果子就完成了。凯特让小安明天送到婚礼上，看收下的人会露出什么样的表情，那就是凯特送给他的奖励。当天晚上，黑人果然又来偷砂糖果子了。这次小安早有准备，一进来就立刻跟夏尔维堵住了他。那份砂糖果子也早就被他调包，真正的作品早就被送给了鞋匠的女儿。凯特也是这才相信小安真不是破坏他作品的凶手，感谢了他这段时间的协助。知道小安要前往北方城市，就送了他一件防寒衣。而在临走之前，小安这才知道，原来这位凯特店长就是他崇拜的阿鲁夫。没想到一直被自己崇拜的人叫臭小鬼，突然有了一种塌房的感觉。凯特提醒他，作为职人最好不要崇拜任何人，相信自己就是独一无二的唯一。小安将这句话牢记在心，带着夏尔和米斯一起去了威斯托尔，并那里摆摊卖砂糖果子。结果一直到冬天都没卖出去一个，小安只能重新回到了王都。再从旅馆一位大婶那里得知，威斯托尔是银砂糖子爵的据点，客人的眼光都很挑剔，根本就不会理外地来的砂糖果子之人。但想在王都这边做生意也不容易，毕竟现在是引火人的繁忙时期。大婶告诉小安，可以去南边的一个沿海城市，那里是以贸易闻名的王室直辖地，统治那里的费拉库斯大公威廉正在招募砂糖果子职人。据说只要在费拉库斯城堡住下，制作出让公爵满意的砂糖果子，他就会付1000金币当酬劳。为了这1000金币，小安立刻出发前往了威廉公爵的领地。今天和他一起面见公爵的还有另外一位砂糖果子职人，但是在看过他们的作品后，公爵只让小安留了下来。这次小安展示的作品是米斯，他做这个砂糖果子原本是想送给米斯当礼物的，结果米斯说这项同类相残，他不想要，便带过来当了展示作品。听到小安居然和妖精做朋友，公爵有些惊讶，最后给他看了一幅肖像画，让他照着肖像画上的妖精做出一模一样的砂糖果子来，如果能完成就给他1000金币。小安迫不及待地接下这个任务，被男仆带去了工坊，没想到居然在那里遇到了乔纳斯。乔纳斯还以为小安是要来找他复仇的，还跟其他职人说是小安陷害了自己。小安懒得和他吵架，只想赶紧做出让公爵满意的作品。最终被留下了这座肖像妖精的职人，在给公爵看了他们各自制作的砂糖果子后，只有乔纳斯和小安被允许继续留下来打磨。公爵对他们的作品并不满意，不过他们都做出了那位妖精小姐的气质，接下来只需要提升精细度，一直提升到让公爵满意的程度。就这样，小安和乔纳斯住在了城堡里，他们的工作就是不停地制作那位妖精小姐的砂糖果子。可无论是小安还是乔纳斯，他们交出的每一个作品都无法让公爵满意。不耐烦的公爵开始生气了，一次又一次看这些瑕疵品，让他心中的愤怒越来越旺盛。小安只好更加仔细端详那幅肖像画，不断地调整砂糖果子的细节。在交作业前还想再看一下，没想到遇上了乔纳斯。乔纳斯的脸上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些淤青，他说出了想要放弃的话，因为他根本听不懂公爵说的那些话。而小安心中还抱有希望，他又一次把作品给公爵看了，然而公爵还是不满意，甚至一把打碎那个砂糖果子，不停重复着要做成形体，要做成形体。在这高压之下，小安也有些承受不住了。夏尔过来后，就是看到小安跪坐一地碎片面前的场景。夏尔和米斯都劝小安直接放弃这份工作，或许因为公爵想要的东西是砂糖果子做不出来的。想到公爵之前露出的表情，小安却觉得并非如此，所以他要继续做下去，一直做到公爵满意为止。看到小安重新打起精神，夏尔也放下心来了。其实这段时间，小安已经慢慢意识到了自己对夏尔的感情，就趁这个机会问他的白月光伊丽莎白是个什么样的人。夏尔就一一回答了他的问题，说她长得很漂亮，眼睛是蓝色的，有着一头秀丽的长发，性格成熟又温柔，相当稳重，心思缜密，听上去和小安简直天差地别。不知不觉，小安就流下了眼泪。在夏尔过来之前，他立刻跑了出去，平复完心情，准备去和夏尔道歉，但夏尔已经不在了，反而乔纳斯居然来到他的房间。乔纳斯手里握着米斯的翅膀，用米斯来威胁小安，让他就把夏尔赶走，再也不能出现在他面前，不然就捏断这枚翅膀。于是小安只能听他的话，告诉夏尔希望他离开城堡，然后永远不要出现在自己面前，还让他不要过问，只需要知道一切都是自己的错就够了。于是夏尔真的没有问任何问题，默默地转身离开。当天晚上乘船离开那座城镇，但第二天一大早就遇到了菲菲。菲菲没有追问夏尔为什么没跟小安在一起，但是小安现在依旧在城堡里，就让他再跟自己回去一趟，还说威廉公爵有危险。一听这个消息，夏尔再顾不得其他，立刻坐上了菲菲的马车。菲菲告诉夏尔，这1年半以来，威廉公爵一次也没去王都，这意味着他忽视了向王室表达忠诚的义务。另一位掌权者的伯爵无法容忍，就请求讨伐威廉公爵。国王陛下迫于形势，只能准许出兵。现在伯爵正带兵往威廉公爵的城堡赶去，他们必须提前到达那里通知公爵。因为菲菲之前和公爵是好朋友，经常为他身边的女性精灵制作砂糖果子，她很了解公爵的为人，绝对没有那种想要反叛的野心。与此同时，
时，乔纳斯把小安带到了公爵面前，请求他放自己离开，还说小安会永远留在这里为他制作砂糖果子。小安这才意识到乔纳斯的目的，原来他早就觉得自己无法满足公爵的要求，所以想要离开，但公爵不允许他走，还对他暴力倾向，身上那些淤青就足以证明。不过小安原本就打算留在这里的，所以他就请求公爵放乔纳斯离开，并向他保证自己一定会做出让他满意的砂糖果子。最后乔纳斯把翅膀还给了小安，成功的城堡逃离了出去。当天晚上，菲菲抵达了城堡，把伯爵征兵带往这里的消息告诉了公爵，让他跟自己离开。可公爵说什么也不愿意，甚至想对菲菲暴力倾向。而小安对这一切一无所知，他继续在肖像画面前端详那位妖精少女的容颜。突然阳光透过窗口射了进来，小安突然注意到了之前从来没有注意到的东西，这些妖精居然有2片翅膀，这也就意味着他从来没有被人奴役过。小安想知道他的故事，所以他决定去向公爵询问。在那之前，他让米斯也离开城堡，因为他隐隐察觉到了危险将至，不希望自己的朋友受到伤害，还和米斯约定自己一定会去找他。随后就找公爵问了那位妖精少女的故事。公爵威胁小安，如果知道故事后还做不出让他满意的砂糖果子，那自己会杀了他的。但小安依旧坚持。他们陷入了回忆，那只妖精少女名叫克里斯汀娜，她是从海里诞生的。公爵看到她就心生怜惜，担心她会被人类抓住奴役，就把她带回了城堡养着。人类和妖精就这样逐渐相爱了。而在1年半以前，克里斯汀娜消散了。意识到公爵对克里斯汀娜的真爱之后，小安终于知道她真正喜欢的东西是什么了，就干脆把制糖的工具全部拿到了这里。他要在公爵面前制作砂糖果子，他要一边听着公爵讲克里斯汀娜的事情，一边将它做成形体。另一边，菲菲和夏尔在回城的路上遇到了伯爵和军队，但伯爵已经打定主意要制裁公爵了，还让菲菲不要妨碍他。眼看战争一触即发，在这关键时刻，夏尔遇到了从城堡飞出去的米斯。米斯把实情告诉了夏尔，说小安是为了救自己才不得已让他离开的。而此时此刻，他一直在呼唤着夏尔，而在为公爵做出满意的砂糖果子之前，绝不会离开城堡。夏尔骂了一句笨蛋，重新把米斯塞回的盒子往城堡里赶去。而在小安制作砂糖果子的同时，伯爵已经带人围困了城堡。公爵依旧不打算让小安结束制作。当初改朝换代，公爵几乎被剥夺了所有尊严，被迫向仇人卑躬屈膝，为克里斯汀娜能够抚平他烦躁的心绪。对于公爵来说，克里斯汀娜就是他的救赎。讲到这里，小安加紧制作。就在这时，夏尔突然闯了进来，上来就骂小安是笨蛋，然后准备带他离开这座城堡。可小安说什么都不愿意，他无法中途抛下自己的工作。最终2个人各退一步，夏尔留下来保护他，他继续制作砂糖果子。就这样，小安一边制作，公爵一边帮他修正细节，最后只是下了眼睛的颜色还不对。夏尔忍不住问公爵，就算做出了让他满意的砂糖果子又能如何呢？没想到公爵居然想通过凝视和克里斯汀娜一模一样的砂糖果子来复活他。夏尔却直接表示那根本就不可能，公爵差点当场和他打起来。就在这时，外面突然传来了动静，这公爵带士兵开始行动了。小安赶紧调配眼睛的颜色，夏尔不想让他再继续下去，告诉他没必要配合这个男人的妄想。小安表示他不是在配合，这是他的工作，也是他唯一能做到的事。听他这样说，夏尔温柔地捧起了他的脸，告诉他那就做到你满意为止。说完后就提前走了出去，还要用自己的身躯为小安开辟出一番安全的世界。终于，小安做出了一模一样的砂糖果子。公爵再次见到了他的克里斯汀娜，将金币给了小安，让他去找他的战士妖精。在小安临走之前，还告诉他是最优秀的砂糖果子之人。而小安迫不及待回到了夏尔身边，还因为跑得太急，差点从楼梯摔下去，幸好夏尔及时接住了他，同时将他紧紧抱在了怀里。2个人约定以后也会一直在一起。公爵得了心心念念的砂糖果子，也直接放弃挣扎，任由伯爵将自己抓走。不过他并没有得到特别严厉的惩罚，只是在伯爵的监禁下受到了软禁。这对于公爵来说，大概是求之不得吧。小安也因此在王都出名了。转眼间过去了9个月，又快到1年1度的砂糖果子评选会了。今年小安提前来到了王都，没想到在城门口遇到了凯特。凯特告诉小安，今年的砂糖苹果收成差到难以置信，所以上头不允许个人采摘了，所有砂糖苹果都要以银砂糖子爵的名义采收提炼，只有参与作业的砂糖果的职人才能依据工作量分配到银砂糖。制定规则的是菲菲，但执行这个规则的是库拉里夫一派的银砂糖师。另外2个砂糖派别的职人也都在他们的工坊协助进行提炼作业。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方法可以获得银砂糖。而小安作为没有派别的职人，之前屡次在王都大出风头，就受到了那些人的排挤，甚至连这么重要的消息都没有派人通知他。幸亏遇见了凯特，而且想要参加今年的评选会，必须暂时寄宿在拉多库里夫派的工总坊，在那里分得砂糖苹果，自行提炼银砂糖制作作品，条件同样是协助共同提炼作业。这样一来，能进行个人作业的时间只有半夜。那些有意参加评选会的人，早在半个月前就已经进入总工坊了。虽然小安知道信息晚了，但他并没有因此放弃，就请求凯特把自己带去总工坊。没想到再一次遇到了乔纳斯，负责接待那些人对凯特毕恭毕敬，对小安就恶语相向。不仅是因为他之前大出风头，还因为他是一个女性职人，在这里作为女性就是原罪，就是会被那些男性职人看不起。为帮小安说话的这名名叫吉斯的职人，在注意到外表漂亮的夏尔之后，吉斯就请求小安让自己以他为原型制作作品，这样的话夏尔也能跟他们一起进入工坊了。为了和小安待在一起，夏尔毫不犹豫的同意。就这样，小安他们在总工坊住了下来，每天天不亮就要出去干活。小安在走廊还遇到了吉斯，忍不住问他为什么对自己这么友善。吉斯便告诉他自己小时候见过他妈妈，当时就对小安的妈妈敬佩不已。吉斯的父亲是前银砂糖子爵爱德华，在半年前他的父亲也去世了，但吉斯也因此可以参加评选会了，不然别人总以为他凭借的是父亲的关系。今天吉斯轮休，就向小安借了夏尔做模特。在制作砂糖果子的过程中，吉斯向夏尔透露了一些秘辛，如果今天小安再无法当上
上银砂糖师的话，以后就再也没机会了，因为他实在太过引人注目，已经成为众人嫉妒的对象。要是像往年一样各自采收砂糖苹果，居然绝对会受到阻碍。所以今年砂糖苹果欠收反而是他的幸运，只要参加共同作业就能取得砂糖苹果。可下次就不是这么回事了，到时候他绝对无法取得苹果。这也是吉斯唯一能和小安一较高下的机会，他非常珍惜这次机会，请求夏尔不要把这事告诉小安，不然会给他带来太多压力，反而会适得其反。而在小安的攻防作业并不顺利，这些男性之人都在故意排挤他，但小安并没有太过理会，一直努力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工坊里除了他还有另外一位女性，是另一个派系佩吉工坊的千金。没想到这位千金同为女性，居然看不起小安，还对小安出言嘲讽女性被当砂糖果子之人，觉得小安努力样子真可笑。然而当天晚上，他就在分发餐食时见到了夏尔，立刻惊为天人，对夏尔一见钟情。而小安忙活了一天，终于分到了一桶砂糖苹果，累得直直的仓库睡着了，还是夏尔把他抱回了床上。他看着小安的容颜，终于意识到原来不想分开的其实是自己。接着夏尔就出去打水，这一幕刚好被那位大小姐撞见，他以为是小安在奴役夏尔，赶紧在夏尔面前说小安坏话，并表示自己可以买下他。如果夏尔是他的妖精的话，他一定不会这么晚还叫他工作，甚至都不会让他做任何事情，只会让夏尔住在最好的房间，给他最甜美的砂糖果子。说着，大小姐姐满怀期待看着夏尔，可夏尔根本就不吃这一套，他心里只有小安一个人。历经了重重困难，小安总算提炼出了4桶银砂糖，也可以开始着手做自己的作品了。吉斯问他想做什么样的砂糖果子，还告诉他王叔的偏好以妖精为主题的砂糖果子，然后给他看了自己快要完成的制作作品，简直栩栩如生，把夏尔的气质全都表现了出来。现在只剩眼睛还没有制作完毕。就在这时，小安看到了夏尔走到了大小姐面前，大小姐是来向夏尔道歉的。夏尔对此不以为意，正准备离开的时候，大小姐突然抱住了他，并向他诉说了自己的感情，热情大胆地向夏尔告白。然而他的这份热情大胆，只是因为他把夏尔当成了玩赏妖精，如果换一个人，他肯定不会这样的。这一点他自己也承认了。夏尔冷淡告诉大小姐，如果想要自己的话，那就夺走他的翅膀，命令他，下令让他爱上他。自从看到大小姐抱住夏尔，夏然就一直魂不守舍。几次察觉到他的心情，就拉他一起跑了出来，就能让他把烦恼全都甩在身后。两个人手拉手快乐奔跑的场景又刚好被夏尔撞见，这一下两人之间的误会可大发了。这天夏尔一直在给吉斯当模特，小安则一直在工坊劳作，两个人都没什么交流机会。难得轮到了小安的轮休日，他就请夏尔跟自己一起去教堂调查一些事情。趁这个机会，小安也询问了夏尔和大小姐的关系。夏尔甚至不知道那个大小姐叫什么名字，小安的心情这才好了一些。教堂里有一些壁画和古代海兰德文，刚好夏尔认识这种文字，就跟小安讲了起来，说人类的祖先原本是妖精王的奴隶，但妖精王很欣赏他的勇敢和诚恳，就将他视为友人并解放了他。祖王也很敬佩妖精王的高阶级强大，双方彼此都是朋友，他们一起试图寻找人类与妖精共同前进的道路。可人类只愿追随祖王，妖精只愿追随妖精王，两个种族之间互相仇视，之后爆发了战争，妖精王战败而亡。祖王为了纪念友人，就让人以他的模样制作砂糖果子，希望他们的梦想世界总有一天会来临。这跟小安之前学到的历史截然不同，果然历史只会由胜利者书写。夏尔也忍不住感慨，种族差异太大了。小安想要否认他才没有什么种族差异，最起码对他来说是没有的，差一点就把自己的心意告诉夏尔。夏尔并没有追问小安那没有说完的话，转身离去，仅剩那枚翅膀也抖动了一下。注意到那美丽的翅膀，小安终于意识到自己想要做什么了，立刻回到自己的宿舍，开始制作砂糖果子，还主动请求把夏尔也留下来。他想把祖王和妖精王所怀抱的共同愿望化为形体。与此同时，大小姐一直在谋划去偷夏尔的翅膀，甚至完全不在乎别人知道这件事。凯特提醒了夏尔一句，夏尔表示他没那么粗心，小伙子，我劝你不要轻易立 flag。终于在小安的努力下，成功的评选会前完成了自己的作品，居然是如此漂亮的藤蔓蔷薇，也是教堂那幅壁画上面的花朵。小安用妖精翅膀将它托了起来，连评审员都说不出什么不好来。但正是因为小安太过优秀，所以才会遭人记恨，千方百计的阻挠他参加评选。那些人甚至让乔纳斯把他骗了过去，要把小安用来制作砂糖果子的手给毁掉。乔纳斯没想到他们会这么过分，立刻挣脱束缚回去找夏尔通风报信。幸好夏尔及时赶到，当场发怒，想要杀了在场的所有人。小安赶紧出言阻拦，那些人才捡回一条小命，差点就被毁掉双手的小安后怕起来，扑到夏尔怀里开始伤心大哭。更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工坊主拉多库里居然偏袒那些凶手，把锅全推到乔纳斯身上。在夏尔和米斯帮小安反驳之后，把小安一起赶了出去，让他带着自己的作品和3桶银砂糖离开。好在小安该做的事都做完了，明天就是评评会，也到了该离开的时候。他们出工坊的时候，还遇到那位千金大小姐，大小姐也在用期待的目光盯着夏尔，可夏尔连看他都不看他一眼。3个人回到了之前住的旅馆，小安也早早睡了过去，准备明天精力满满的迎接评评会。结果米斯突然咋咋呼呼的跑过来，告诉夏尔大事不妙，因为他能分辨出银砂糖的味道。刚刚偷吃的时候，他发现小安的银砂糖不一样了，那根本就不是小安亲手提炼的银砂糖，而是工坊制作的流水线生产品。夏尔让米斯先别把这事告诉小安，他立刻出去寻找小安的银砂糖，先是找到了凯特和吉斯，让他一起把这事告诉了工坊儿子和那位千金大小姐。大小姐表示自己看到那些人的犯罪过程，也知道小安的银砂糖最后怎么样了，不过他可不愿意这么把真相说出来。到了第2天，小安一无所知的参加评审会，夏尔却迟迟未归。在揭晓各自的作品之前，贝费却宣布了一件事，有人举报小安不配成为砂糖果子之人，他并没有提炼银砂糖的技术，证据就是他带来的银砂糖是工坊提炼的流水线生产品。于是小安自信满满的把自己的银砂糖拿出来让他们审查，结果发现这还真不是自己提炼出来的银砂糖。这边的骚动引来了国王陛下，得知小安带来的银砂糖不
符合规定，国王就表示他没资格站在那里。不过他在离开前，他想看看小安今年的作品，在场的人的目光都被那份砂糖果子吸引了。就在这时，小安急中生智，让国王找一位信得过的妖精品尝一下这份果子，因为妖精可以分辨出银砂糖的品质。那位妖精品尝过那朵花后，非常肯定地告诉国王，这是用相当高级的银砂糖制作而成，和大量生产品完全不一样。小安不惜破坏自己的作品，也要证明清白。虽然就算如此，他依旧失去了参加评选的资格。就在这时，大小姐和夏尔一起走了过来，大小姐主动告知了国王真相，确实有人调包了小安的银砂糖，而小安亲手提炼的银砂糖就在那边的木桶里。经过王室妖精的品尝后，确认里面的银砂糖味道和小安作品的味道一模一样。小安终于如愿获得了资格，他还认真向大小姐道了谢。经过国王碧玺的亲自评选后，他打败吉斯，成为了最终的优胜者，也如愿以偿的获得了王家勋章，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喜欢纯爱的小伙伴看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接下来的剧情会让你血压飙升。小安在拿到王室勋章后，先向吉斯道了谢，吉斯对表示他应该道谢的对象是夏尔，是夏尔帮他说服了大小姐。然而小安兴冲冲的把勋章展示给夏尔看之后，夏尔告诉他已经获得了未来，想必以后也不再需要自己了，所以他决定离开。临走之前，将小安紧紧抱在怀里，小智在耳边说了一句：“我并不想和你分开。”随后就转身上了大小姐的马车。因为大小姐之所以愿意帮小安作证，是因为夏尔把自己的翅膀给了她，而大小姐对他下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吻我。小安从宫房主儿子那里得知了这件事，就跑去追马车，可惜他只能眼睁睁看着马车和夏尔离自己而去。